大家好，我是丽丽。天冷了，我们要多吃五白汤。进入秋天后，天气越来越干燥，这时我们要多吃白色的食物。俗话说，秋吃白，冬吃黑。秋季里所食用的食物要以白色为主，白色食物通常水分多，甘甜滋润，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秋季干燥这一主要问题。那我今天就分享一款家庭版五白汤的做法。我85岁的奶奶一周要吃6次，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10克莲子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把坏掉或者是烂掉的莲子挑选出来不要了。在豆上的清水没过莲子，把莲子简单的清洗一下，洗去表面的灰尘，洗净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个大碗中，豆上的清水没过莲子，用手抓拌均匀，抓匀后浸泡半个小时。接着再准备10克百合干，百合干呢也是白色的食物，淋少许清水把百合干打湿，再加勺食盐，加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片百合干都能裹上一层面粉。因为百合干呢，从晾晒到包装的过程都会吸附很多的灰尘，所以我们在烹饪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清洗一下。这里加食盐呢，能让百合干表面的灰尘自己跑出来。加面粉呢，面粉又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吸附掉百合干表面的杂质和灰尘。抓拌至感觉有一点粘手，在豆上的清水没过百合干，把百合干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面粉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，给它放一旁泡半个小时。接着我们再来准备第3种食物银耳。银耳我们最好选择这种银耳，它更容易煮出胶质。把银耳放入大碗中，加勺食盐，加勺面粉，在豆上的清水没过银耳，用手抓拌均匀。抓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，把银耳泡软泡大。接着再准备一个许梨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淋少许清水，把梨皮打湿，再加勺食盐，用手搓匀。因为梨皮的营养比果肉的营养还要丰富，所以我们在吃梨的时候最好不要去皮，但是要给它彻底的清洗干净。像这种水果呢，表面都少不了打农药的。这里加食盐呢，食盐有很强的颗粒感，能去除许梨表面的农药残留物。大概搓洗1分钟左右，在豆上的清水没过许梨，把许梨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盐分清洗掉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用刀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分成4份，把梨核去掉，梨核苦涩不好吃。然后再改刀把许梨切成大块，最后再切成小方块，切成这样的小方块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银耳也泡得差不多了，看一下已经变成这么一大朵了，再把银耳好好的清洗一下。我们都知道银耳的长相结构比较复杂，如果只是简单的清洗是很难清洗干净的。这里加食盐呢，能让银耳里面的脏东西自己跑出来，面粉又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吸附掉银耳里面的杂质和灰尘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用剪刀把银耳黄色的这个根部剪掉不要了，因为这里呢非常影响口感，而且颜色也不好看。剪好后把银耳撕成大朵，再用刀给它切碎，尽量切得碎一些，这样更容易煮出胶质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的莲子也泡得差不多了，用手能掰开就可以，再把莲子一颗一颗的掰开，把里面的绿心去掉，因为这个绿心吃到嘴里会发苦，我们在处理莲子的时候一定要把绿心处理干净。
处理好的莲子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百合干也泡得差不多了，再把百合干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洗净后控水捞出。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4种食材了，把这种食材提前倒入锅中，再加入足够量的清水，用勺子搅拌均匀。搅匀后盖上盖子，开大火烧开。烧开后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，100克冰糖，如果不喜欢吃甜的，或者是不能吃甜的，冰糖不放或者是少放，用勺子搅拌搅拌。搅匀后盖上盖子，转小火煮半小时，把银耳煮出胶质。接着再准备1根铁棍山药，洗净后选择粗的一头，插上1根筷子，左手拿住筷子，右手拿住削皮刀，再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把山药皮去掉。因为山药含有一些粘液，这个粘液呢粘到手上特别痒，所以我们在处理山药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。山药去皮后再给它切成薄片，切得越薄越好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盘中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现在的山药也蒸得差不多了。戳1根筷子下去，如果能够很轻松就能戳穿的话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倒入1个大碗中，碗里边加入20克白糖，再取出压力器，把山药压成泥。尽量多压一会儿，压得越细腻越好，多压成这样细腻的山药泥就可以。再加入200克糯米粉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给它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在揉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太干，可以加一点温水，如果觉得太稀，就再加一点糯米粉。最后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就可以。再揪一小把糯米团，大约是20克左右，用手捏一捏，再给它搓成小圆球，要搓成和鸡蛋黄一样大小的小圆球，再把它放入盘中。剩下的面团用同样的方法都给它搓成小圆球，依次摆放到盘中。全部搓好后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锅中水提前烧开，把搓好的山药丸子放入锅中，用勺子搅拌搅拌，开大火煮，把山药丸子煮熟。在煮的过程中要用勺子不停地搅拌，防止糊锅底了。烧开后继续煮，煮至丸子全部漂浮起来，再淋入小半碗凉水进行点水，用勺子搅拌均匀，继续开大火煮。再次烧开，说明山药丸子就已经煮熟了。再用漏勺控水捞出，迅速放入凉水中过凉，这样过凉后的山药丸子不会粘连，而且吃起来会更加的筋道。稍微放凉后，用漏勺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银耳汤已煮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，现在的汤汁已经变浓稠了很多，说明现在的银耳已经煮出胶质了。煮到这样程度就可以。再倒入刚煮好的山药丸子，用勺子搅拌搅拌，因为这个山药丸子是已经煮熟的，煮的时间不需要太长，大概1分钟就可以。在出锅前再加入几粒枸杞，用勺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装入碗中。非常好喝又好吃的五白汤就这样做好了。这道五白汤太推荐大家喝了，不仅美味，最主要的是营养高，营养一点也不输给燕窝，口感呢清甜可口。山药做成山药丸子，多了一份软糯香甜的口感。早上起来这样来上一碗，全身暖暖的，很舒服，而且饱腹感很强。秋天常喝补身体，滋补润燥。就算进入冬天，也记得坚持喝，女人常喝对皮肤很好哦。这可是难得的滋补美食，千万别错过了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
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